你们的展牌挡住了我们的展位，请你把它挪开。凭什么？我在我自己的展位布展，又没越界，你好像无权干涉吧？你这样挡住我们的场地，我们还怎么展览？高慧，你真有本事就堂堂正正较量一回，少用这些小手段。你未免也太看得起自己了。展牌我就放这儿了，你自己展位的事情自己解决，不会布展也别赖别人呀。 慧慧，你这字也太明显了，一眼看过去就知道你在针对定制组。年度盛典，一切都要以公司大局出发，何必做那么难看呢？可是这火明明是他先挑起来的，难道我要忍气吞声服软吗？你怎么了？脸色这么难看？我没事儿，我去那边看看。 思成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听说瑞华会在这儿举办年度盛典，我猜你会来，所以过来看看。我们这次是代表瑞华定制组来参展的，跟那些老前辈一起学习，学到了很多。怎么样？一个人应付得过来吗？还行。工作上肯定会遇到一些小问题，不过我能解决。哦，你们这个牌子刚好把你们的展位挡住了，特别不适合吸引人流。但是如果入口的位置改变一下的话，效果就会完全不一样了。 你的意思是？是这样吗？思成，没想到你还会用这种办法。可能是因为在凡斯待久了，多有一些经验罢了。怎么样？我觉得你现在对东西方元素的融合已经很好了。我觉得这次应该可以一鸣惊人。能够得到你的肯定，我又多了一份信心了。凡斯应该后悔了，推出去这么一个精兵良将，换来一个这么强大的对手。以前在凡斯的时候，多亏你一直照顾和指点，所以你永远是我在职场的第一位老师。也谢谢你的肯定。有一件事情我还一直没跟你说，我已经离开凡斯。什么？因为我觉得凡斯这个地方有太多的跟我理念不合的东西，我想与其让自己受困于那儿，不如干脆自己出来创业。我现在已经创立了自己的工作室，水之遥。真的，恭喜你啊！我这次来呢，就是想问你，有没有兴趣加入我的工作室？
我虽然现在我去工作室是在起步阶段，但是有一点你可以放心，就是在我这儿，你可以随意的发挥你自己的才华，而且待遇方面也一定要比你之前的地方要高。谢谢你想到我，但是我进瑞华不久，还有很多东西要学啊，暂时没有跳槽的打算。有一件事我一直想问你，吴小慈的女儿高慧也在瑞华，你选择留在那儿是不是因为他们母女的关系？你上次拿着吴小慈的设计来问我关于这个抄袭的事儿，是不是？真是什么都瞒不过你啊！我和他们之间确实有纠葛。这是我最不想要看到的事情。高姐，你是很有才华的，你应该把你的才华用于设计出更好的设计品，而不是把它们当做你达到目的的工具。我觉得瑞华那样的是非之地不适合你。对不起，司长，我进瑞华的动机确实复杂，大概也让你失望了吧。但是自从我在瑞华接触到那些传统工艺的美，我的想法就慢慢改变了。如果我现在还有一份求胜的心，那只是因为我想要守护。既然你已经想好了，那我尊重你的决定。谢谢你，还愿意相信我。看来我不是一个合格的猎头啊。如果有一天你改变想法了，及时来找我，水之窑的大门永远向你打开。怎么样？首席设计师亲自监督布展，效果果然不俗。我的眼光什么时候出过错？对了，于直呢？他这个人什么情况呀？一会儿跟我吵架，一会儿玩消失的。怎么啦？刚才我就看你不对劲，又胃疼了。让你吃饭你不吃还逞强，熬完病又犯了吧？这边差不多忙完了，走，我带你去吃宵夜。我知道有一家很不错的地方，走。后回来，我很好奇啊，我们讲究的大设计师怎么会带我来这种地方？你胃不舒服，还是喝粥比较好。都这么晚了，只有这边有了。为了你也不是不能将就。老板，2份海鲜粥。还真不错。是吗？学长，你还记不记得上大学那会儿，我突然有一阵对做黑暗料理很感兴趣，还自己熬过好几次粥。不是水少了，把粥给熬成了大米饭，就是熬成了一锅米汤。国外能买到的米，煮饭还行，煮粥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。换成做菜我就很拿手了。我记得有一回，我帮你们寝室的几个姑娘把东西搬到你们租的房子里去，为了表示感谢，你们非要请我吃饭，留我吃饭，是你下的厨。那什么，芒果牛柳，芥末生蒜，芥末半生蒜。啊，对，啊，那个味道我到现在都记忆犹新。那你记得那么清楚？哎，那改天我再做这2道菜孝敬孝敬你。免了，那个吃一次就够了，那味道我永生难忘。哎呀，我第一次做菜难免紧张嘛，失手也是理所应当的。学长，我只有在你面前可以不顾形象，但是我会紧张这件事，你千万别告诉别人，很丢人的。放心，保证烂在肚子里。还吃不吃？吃完了？吃完了。那走吧。老板买单。老板，你看你这菜，没事。你这菜。
你没事吧？学长，还好你反应快，不然我这件衣服就毁了。如果我对你表露心意，你以后对我还会这么无拘无束吗？